大家好，我是 Aceson 啊，今天啊来跟大家开一场这个有一定的程度的一场竞技场比赛呀。对，那这次啊我们打那个对手是那个15胜0败，而且是那个第4名啊，就是一个新的素材的新一季的那个第4名的玩家。对，因为这个新赛季已经过了差不多3-4天吧，在这部素材的时候，所以的话基本上大家都有这个排名了。那所以的话，这个是第4名，而且是15胜0败，那就会也是一场非常之值得看的一场比赛了。对，那这次啊，我们就来看一下我是怎么应对他，就用什么技巧或者是什么方式来跟他打。对，那这边的话用 AD， 就是我们的妖术士头盔，就是昨天所说的。因为当那个敌人在对准他的位置，就是用他的身体来量你的位置的时候，这基本上就可以代表说他是准备要开技能了。那刚才很明显就是那个情况。OK， 那其实啊，这次的话，昨天说了传说英雄的看法，其实这次的话，我想说一下这个技能的看法。就是这个技能其实对这个游戏的影响有多大？那因为这部影片其实到最后啊，就有很大的程度其实跟这个技能有关，就是这个技能啊，其实跟这个游戏的胜负，就是到底最后是谁胜谁负，是有个很大的、很密切的关系。那这是作为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因为啊，说到以前这个技能呢，其实它是一个比较下位的一个战斗方法，就是基本上以前如果你是一个比较依赖技能的一个玩家，你是会被冠上这个技能狗那些不好听的一个称呼啊，什么 CD 哥那些称呼。但其实啊，是因为以前那个技能做的平衡实在是太差了，就基本上你这 CD 就算你只有加100，你的技能啊也是可以很快就可以开到。那再加上以前啊，你要把那个技能加上去啊，你是需要用氪金这个方法，才能把这个 CD 跟不同的玩家做出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对，就怎么说，就是以前你没有氪金的话，只可以用一些比较低品质的一些徽章，是什么+1攻击、+2盔甲那些，然后它有负面效果，例如说什么把你的攻击减5、减10之类的那个徽章。如果大家是从以前开始玩的话，或者你把一些旧徽章拿出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有这一点。那但是啊，如果你是以前开始玩，那而且你是有氪金的小玩家，那基本上你的徽章的跟一些 free to play 或者是没什么氪金的玩家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在。都说到为什么以前啊那些专开技能来杀人或者用技能来取胜的玩家会被骂成技能狗，就是这个大致上就是这个原因。而且啊，就是以前技能的占比啊比现在还大，就是以前技能呢是非常之痛的，基本上你一开一招，对面而且你也知道旧时代是没有什么反抓，所以的话基本上一开剑一抓，基本上对面就死了，没差别。就再加上以前的技能也是平衡性做的很差，是吧？例如说什么乌金头可以把所有技能回上来之类的，我这边打下去，那拿下第2回合，那来到第3回合，大概才说到就是以前的平衡做差，然后一些徽章的品质也有一些氪金跟没氪金的一个问题存在，那时候会导致刚才所说被骂技能狗，开技能的玩家会被骂技能狗的一个原因之一啊。那但是其实到现在啊，很多玩家都会还有同样的那个思维在那个脑海当中，就是还是会觉得那个开技能的玩家是一个技能狗这个说法。但其实我想跟大家说一点，就是在现在这个版本，或者是早几年前那个版本，其实这个概念已经不存在了，就是因为基本上这个游戏发展那么久，就算你是没有氪金玩这个游戏，只要你有投入时间在里面，基本上你的徽章的品质不会比一些氪金的玩家差太多。可能你跟他的区别就是这个徽章可能只差那个从那个2+15跟那个2+10的区别，就是你没氪金，你就可能就会
6个徽章位置全都是2+10，但有氪金可能是6个徽章位置全都2+12这样的，但其实那个区别不是特别大。那所以的话，基本上技能那个优势啊，就没有以前那么大了，就是没有以前那么那个差距那么严重。这个氪金跟没氪金那个差别。那所以的话，基本上现在所有的玩家，特别是一些韩服跟1年服玩家，都会把技能使用纳入这个技术的考量当中。所以啊，当你发现有一些玩家在骂你什么技能狗的时候，你基本上可以100%的可以确定，他是一个还在活在这个旧时代的一个玩家里面，就是他的思维还停留在那个10几年前那个还在这个什么氪金会拿到特别多的一个优势的那个年代。那其实现在氪金那个优势已经不是完完全全的占比在这个技能的 CD 上，对。所以的话，如果你在听到什么有人在卖什么只会用技能的什么什么看法呢，其实很大的问题是在对面身上，就是很明显他是一个不会开技能的人，再加上他是一个不会应对技能的人，所以的话基本上就是可以等于他是一个技术不太行的人，应该这样说。那所以的话，所以我以前为什么说这个游戏有分什么基本功阶段，什么这个技能阶段的这个原因，因为两边呢已经是一个衡量技术的很重要的一环了，两边都是。所以的话，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是一个只会在前期打架的玩家，就是你只会用一些部分英雄来第一的玩家，我以前也是。虽然这样说，其实我以前，如果你看我很久以前的影片也是这样，我只会用这个超时空在那边抓人而已，没什么其他的一些打法。那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要变得更厉害的话，其实你要克服这个问题啊。就像其实我也花了很多时间来适应，来熟悉不同的情况开技能。所以的话，如果你想变得更强，可以碾压其他玩家的话，其实我建议啊，你多练习一下不同技能的开法，而且啊，你要习惯一下不同版本的更迭啊，就是例如说一些技能在以前是很强，但现在已经 nerf 了。所以的话，我是建议你多用一些不同的技能来应对不同版本的更迭。对，那我们这次啊，就来到个影片里面，那这边已经来到那个第4分了。那这边的话，很明显就我有优势，但是以我的打法，我是比较偏向不停地冲过去，就算是优势在我这边，或者优势在对面那边也好，我也是照样冲过去跟他打，就是没有什么不停地跑那个情况出现了。OK， 这边可以。这边呢，为什么他会用那个盔甲？就是我很明显，我有个技巧是，因为刚才说到吧，哎呦，我这边他带了下去。我刚才说到吧，如果在敌人的旁边不停的绕来绕去，就是有一个梁，就是那个在梁对面那个情况出现，就是我用身体在对选对面的话，对面就会以为我要开技能打他。那其实这个是我一个意向心理的一个方法，就是我要装作要用剑打，其实没有，我只是在他旁边绕来绕去，去吓他而已。那这边的话就有机会就可以骗到对面技能，像刚才一样。OK， 这边的话他用那个破裂阵头盔啊。那我的头盔跟，可惜，这边其实很明显就我要准备的钥匙头盔，这种 BP 风。那这边呢，其实在后面了一点，我已经不会再用这个 BP 风来抵挡这个神行者 SD 了，因为那个运气成分太大了。这边，可惜找不到。这边的话有点危险啊，因为他刚才开了春秋秘籍，那他有头盔。OK， 可惜。刚才说到那个运气成分太高，就是用冰披风打那个神行者 S，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永远在开冰披风的时候，那个飞机明明是自动攻击，但它永远都不会在我用冰披风的时候发射这个子弹或者飞弹，就是很神奇。可能是它本身这个英雄的 S 有什么机制了吧？因为我是很少用神行者，那所以我只会直接开那个冰封 S， 就没有那个触发它一些攻击手段的一些技巧在。所以的话，基本上我在后面就不用 BP 风来打这个，抵挡这个神行者 SD 了。我这边来到第5回合啊，那第5回合的话，也是前期基本功先多拉一点这个血量优势，因为对面已经开了这个地曼洛，那证明他的
基本功就没有太大的信息。哎呦，可惜没有太大信息可以跟我那个平等对拼啊。所以哎呦，可以这边抓到。这边的可惜一点就是他掉了上去，那所以呢，我给他的那些 combo 就有点不完整，就是一个血量了，就不能给他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 combo 打下去。对，可以。这边我要头盔啊，看准一下他准备用什么。那如果他直接把我射下去的话，那就不用怕，就让他射吧。那我们的技能就尽量先把那个头盔留着。那这边的话，术士也还没好，不然的话就可以直接用亡命弹撞过去。可以。这边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撞过去啊？那其实现在这个打法是，可惜这边就失手了。哎呀，这边其实最理想的打法是不停的用技能来抓他，但很明显就对这边可能我的信心不太够，那可惜啊。又加上可能是因为已经2比2了，那我想打的小心一点，就导致啊我的技能开的比较保守一点。那其实我是不建议这样打，因为如果你的技能保守的话，就对面就代表两边的技能都不会怎么开，那就会把这个时间拖很长了，而且就是会导致一个情况出现，就是哎呦这边卡住，这边导致这个情况出现，就是两边这边踢下去可以，这会导致两边啊只会用一招技能来决胜负，就是这边的话我还有头盔啊，看头盔，可以踢下去。可惜，那个飞机啊，可惜失手了。这边就是我所说用一招技能来决胜负，那应该死了。那可惜啊，不要扣技能，记得。那最后的记得订阅一下，谢谢。